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？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还有2天就是玄武姬入宫的日子了。房主对你不冷不热，说明他一定会重视心儿。心儿，所以才会同时消失。可是去长安的路那么多，你怎么找啊？起先在山洞的时候，我为了救心儿，故意在地上撒了磷粉，这磷粉一到晚上就会发光。怪不得你那么顺利就进去了。不好！哎，怎么了？这车痕掉头不去长安了。糟了，心儿的身份暴露了。哎！啊，你刚才说你换了长孙皇后的儿子，你的儿子是当今皇上，那他的儿子呢？在宫里。哦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他是个孤儿，是我救了他，所以他一直对我心存感激，总想为我做点什么。16岁那年，我把他送进了宫。现在想来，也差不多10年了。这10年当中，他一直把皇上的消息告诉我，也给我孤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。守门的侍卫，除了奉诏之外，是不可能接近皇上的，除非他做了太监。长孙皇后万万想不到，他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，他的儿子会100倍、会1000倍的还给我儿子。请留步，裴将军已经进入午夜时分，外男不便进入深宫，还请留步。你放心吧，我自己进去就可以。娘娘小心。我们走。你们都给我擦得干净一点。要跟新的一样。是娘娘。娘娘真是好兴致啊！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娘娘，事情尚未尘埃落定，你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布置新居了，是不是太着急了？事到如今，你觉得还会有什么变化吗？一刀死了，尸体刚刚被发现。怎么，娘娘难道就不着急吗？你话语那么平静，想必一定想出了办法。既然有公公在，那本宫又何必再操心呢？娘娘果然冰雪聪明，咱家佩服。我要娘娘答应让武媚娘找遗嘱，本来就是个两全之策。如果能杀了她，自然最好。就算是杀不了他，也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部署。眼下，宫里所有的人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做得好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参见皇后娘娘。这便是当日皇上所立的遗嘱，说是要立李弘为太子，你自己看吧。不错，这果然是皇上的亲笔。不过，你大胆奴才，竟敢撕毁圣谕！哼！现在皇宫里
上上下下都是我们的人，别说撕毁圣域了，就是把你给杀了，也没人敢问一句。放肆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你不用再喊了，现在是大局已定。来人呐，把皇后抓下去！且慢，你要干什么？明日早朝还需要皇后娘娘亲自立雍王殿下为太子，这个时候怎么可以把娘娘关押起来呢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？我没有疯。我要是真的疯了，我想就没有人照顾代王殿下和小公主了。你把我孩子怎么了？娘娘只要配合我们，我保证小公主和小皇子安然无恙。不然，哎呀，那这件事情可就不好说了。送娘娘回去休息。是。停车。是。我们到了。你下来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本来是带你去宫里的，可现在不用去了。我没有理由把一个原本就是宫中的人又带回宫去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玉露糕是慈善房的独门秘方，除了皇上、皇后，一般人是根本吃不到的。你居然认识，这不太奇怪了吗？哦，那是因为你是宫中派来的人。说，是皇上派你来的，还是皇后派你来的？住手！希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怎么会来的？我们去山洞，发现你失踪了，幸好我们找到了你，担心死我了。快点把他押回宫吧。好，走。娘娘，你好歹吃一口吧。您要是饿坏了，奴婢会没命的。他们只是让你看着本宫，可没有让你们逼着本宫用膳。退下。是。娘娘，本宫都说不吃了，你们都当耳旁风吗？娘娘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躺在床上的皇上，以及被挟持的小皇子、小公主想想。眼下娘娘已经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。要是你也自暴自弃的话，那他们又能依靠谁呢？是啊，本宫不能有事。你叫什么？奴才白眉。本宫没见过你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你眼神很熟悉。娘娘，您弄错了，奴才是刚进宫的。娘娘，参见娘娘。心儿，你可回来了。娘娘，
您还是先用膳吧。怎么样？事情查清了吗？查清了，明翠坊主陆明珠已被押回京城。怎么不带来呢？怕宫中有同党会打草惊蛇。没事，把他带进宫来，本宫要亲自审问。是，奴婢现在就去。心儿，滨州是本宫的老家，本宫曾告诉过你，本宫未入宫之时，曾经掉了一只鞋子在池子里。你去看过那池子了吗？这次办事匆忙，没有去。娘娘，天色已晚，还是让心儿姑娘赶紧把事办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奴婢退下了。咱家要亲自审问罪犯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许进来。是。母亲，母亲，你瞒我瞒得好苦啊！我瞒你什么？母亲，儿子跟当今的天子根本就是亲兄弟，可是母亲却让儿子做了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太监。母亲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我和皇上同吃同住了这么多年，我们身上好多的印记都是一样的。几年前，我去掖庭局查了当年的典籍，长孙皇后和母亲在同一月分别生下2个孩子。若皇上是母亲亲生，那么儿子就是长孙皇后的儿子。你恨我吗？养育之恩大于天。过去种种，我不想再追究了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将取而代之，做着大唐帝国的真正掌权人。至于母亲，也可以在后宫颐养天年了。如此甚好，你把咱们自己人找在一起聚聚，我也该把权力交给你了。母亲，明天是孩儿26岁生辰，母亲还记得吧？啊，记得记得，当然记得。哼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母亲，说，到底是谁？你是如何知道的？你刚才说找人一聚，这明翠坊到底有多少是自己人？只有你自己知道，我根本就不清楚。还有，明天也不是我的生辰。你到底是谁？乖儿子，我不扮你娘，你怎么能出来呢？跑！来，喝茶。陆明珠呢？在隔壁。还好有你的易容术，不然一定被他们看出来了。应该说是你聪明，要不是你猜到皇后娘娘被挟持了，我们又怎么会有应对的方法呢？你就别笑我了，还是皇后娘娘聪明。
他说什么鞋子掉进池子里，我都吓了一跳。之前他根本就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情。后来我觉得上阳宫的气氛不对，我就产生了怀疑。仔细想想，挟持不就是挟持吗？还好想到了这一层。燕哥哥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还好有你的易容术，不然一定被他们看出来了。应该说是你聪明，要不是你猜到皇后娘娘被挟持了，我们又怎么会有应对的方法呢？你就别笑我了，还是皇后娘娘聪明。她说什么鞋子掉进池子里，我都吓了一跳。之前她根本就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情。后来我觉得上阳宫的气氛不对，我就产生了怀疑。仔细想想，挟持不就是挟持吗？还好想到了这一层。燕哥哥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玉麒麟的功夫不弱，对方把他当成陆明珠，又不会防范他，我想他的赢面很大。接下来就坐在这里喝茶吧。谁？你是谁？是你？我见过你，你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太监。我是奉皇后娘娘之命来告诉两位，娘娘被挟持了。我们已经知道了，那我告辞了。这个人好奇怪啊！的确奇怪。皇后娘娘既然被挟持，那所有人都应该受到控制，为什么她能够大摇大摆走出来？陆明珠不见了，走了，玉麒麟有危险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燕哥哥，丹粉的守卫太森严了，如果我们突然闯进去的话，会打草惊蛇。皇上和娘娘危在旦夕，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先别急，让我想想。守卫军跟禁卫军的盔甲都是一样的。有了，希儿，你带钱没有？钱有。各位兄弟，把你们身上的钱全部借给我，等我们回到军营之后，在下保证3倍奉还。好，好，好。皇上久病未愈，恐怕暂时不能处理朝政。然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所以本宫跟萧淑妃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立雍王肃节为太子。且慢！玉麒麟，你胆敢挟持人质，闯入大殿，该当何罪？来人呐，把他抓起来！淑妃娘娘想杀人灭口，只怕难以如愿。各位大臣都看到了，区区一个太监，也让我押着来到了宣政殿，还可以发号施令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原因就是早已经跟淑妃娘娘勾结在一起，手握大权了。快，让他们退下，不然我杀了你！退下，都给我退下！简直是笑话！一个小小的太监，凭什么手握大权？你倒是说一句看看，看谁敢听你的！萧婉婉，咱家执掌翠鱼令，你胆敢胡来？我不会胡来，但我会替天行道。
是我的。那是我的。那是我的。是我的。把玉麒麟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先押入死牢，等新太子入主东宫之后再行处决。走走。皇宫大内也敢闯，你不要命了？不是啊，两位大人，刚刚那边有强盗看上了我的钱要抢我，我要是不往这里跑的话，我早没命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哪有什么强盗？哎呦，是真的，要不然我一个平民老百姓怎么敢往那里跑呢？我，救命啊！大人，不，大人，我捡我的钱，我捡我的钱。大人呐，求求你们了，让我进去躲一躲吧！啊，几位大人，要不然这样，我这钱，都给你们。我只求你们让我进去躲一躲，免得我被他们杀了，好不好？两位大人，给我条活路吧。你为了躲避强盗才逃到这里来，现在又要把钱给我们，这也未免太蹊跷了。不，一点也不蹊跷。大人，您想想，钱虽然好，但命更重要啊！没有命了，这钱一点用也没有啊！您说是不是啊？给我一条活路吧。我们这儿没有这规矩，被举报可是要杀头的啊！哦，大哥啊，让一下。大哥，不会有人举报的。咱们呢，就算有缘，我这钱呢，你们大家拿着分一分，让我进去躲一躲，当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啊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啊，咱们交个朋友，好吧？啊！哎，两位大人可别拿那么多啊，给兄弟们留点啊！给我留点！别抢！大家都有份的啊！留点给我来点！别拿多了！哎，大家都拿一点吧啊！圣旨大臣们都已经看过了，请娘娘用印。娘娘若是力有不逮，就让臣妾来帮助娘娘吧。住手！心儿，娘娘，贺兰心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想造反吗？的确是有人想造反，不过不是奴婢，是处心积虑想谋取皇位的人。放肆！李雍王为太子，乃是皇后娘娘和众大臣商议后的结果，岂容一等肆意污蔑？娘娘，你倒是说句话。本宫，娘娘，奴婢已将大王和小公主救下，相信现在已经安全了。大胆萧淑妃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娘娘，您别忘了，下面这么多大臣一直都在看着呢。是吗？好，既然大家都颠倒是非，不分黑白，本宫不跟你们一般计较。我只跟皇上说，有请皇上。皇上，你受了伤，一直昏迷不醒。你的皇后，还有大臣们，就一起来逼我。我现在就和你一起死了算了。
这样就可以一了百了。不要！放开皇上！放开！那你先叫所有的人都退下，将封雍王肃节的诏书昭告天下。好，只要你放开皇上，我都听你的。娘娘，皇上在他们手里，就照他们说的做。娘娘，我来帮你解决。皇上！皇上！皇上！大胆狂徒，星儿，把他抓起来！皇上，媚娘，皇上，你要抓朕吗？皇上，原来白眉是皇上扮的，难怪臣妾觉得眼熟。可是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朕被人要挟的事情，相信媚娘已经知道了吧？本来朕想忍一忍，在暗中部署，可没想到，他们居然要朕杀了媚娘。朕不想听他们的，可又被他们要挟。在万般无奈之下，朕突然想起来明冲眼教朕的人皮面具，于是，朕就找了个替身，自己偷偷溜出去，暗中调查此事。直到昨天，朕得知天牢关了个重犯，于是想去看看，此人与整件事有没有关联。没想到，这个人居然是玉麒麟假扮的。点这么亮的灯，生怕没人知道洒家带人出天牢吗？是。有空一起去喝点啊！站住！袁公公的身量没这么矮，身上也没这么香吧？谁说他不是袁公公？瞧，他的手上还有上次被我刺伤的刀疤呢。这么久的事情何必记挂着？走，一起去喝酒。多有得罪。就这样，朕向玉麒麟表明了身份，要他挟持元修上殿，目的就是想查清楚谁是幕后主使。没想到老天开眼，半路杀出了贺兰心儿，还掌握了禁卫军，将那帮贼人一网打尽。真是大快人心呐！眼前这个男人是我全心全意爱着的丈夫，可是他究竟有几分信任我呢？媚娘，在想什么呢？臣妾在想，既然白眉是皇上所办，那么罪魁祸首陆明珠也在皇上的手里了。哦，朕见玉麒麟义容顶替，就知道人已经在贺兰心儿手里。朕怕他们看管不力，让人犯逃走，所以已经把他转移了。皇上真是英明，但是如今已经真相大白，为什么不将其交于大理寺处理？朕自然有朕的道理。又怎么了？臣妾觉得皇上不信任媚娘。你想太多了。其实朕是怕你操心这些事。司善罚贺兰心儿求见皇上。参见父皇。免礼。你带他来干什么？回皇上的话，奴婢本来奉命看管淑妃娘娘，但是淑妃娘娘拿雍王殿下的性命威胁奴婢，非要见皇上一面。奴婢实在是没有办法。皇上，臣妾不是故意的，是元修拿雍王殿下的命来威胁臣妾，臣妾怎么能看着自己的孩子受死呢？皇上，那就忍心看着朕死啊！皇上，臣妾
臣妾不奢求皇上能够原谅臣妾，但求皇上免臣妾一死，让臣妾能够抚养雍王殿下成长。臣妾求您。凭你也配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一定要帮我。皇后娘娘也是一个母亲，你应该知道，孩子是不能离开母亲的。你一定要替臣妾求求情，求皇上能免臣妾一死，求求您了。皇上，看在雍王殿下的份上，给他一条活路吧。可是媚娘，孩子无辜。好吧，看在素洁年幼、皇后求情的份上，饶你不死。马上搬出青丝殿，去杂役房了此残生吧。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。皇上，该罚的罚，那么该赏的也要赏吧。你是说贺兰心儿？朕早就想好了，等你搬回甘露殿，她就是甘露殿的总管了。谢皇上。还有一个人。你说的是玉麒麟？不，裴少卿。哦，这次多亏他，臣妾才能平安无事。来人啊，传裴少卿。不用了。他在城南的悬崖上。元修说，他杀了郭一刀，让他慢慢等死。什么？裴少卿，裴少卿，裴少卿，星儿，星儿，裴少卿，星儿，星儿，太危险了，你别过来。裴少卿，你坚持住，我马上来救你。星儿，我真的没有力气了，你别过来。我知道你已经来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不可以，你不可以放弃。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呢。你说要娶我，还没有娶我呢。如果你掉下去了，我会跟你一起跳下去。天上地下，我会跟你要个说法的。好，那你小心点。坚持一下。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笑？你知不知道刚才把我吓死了？你还笑，你还笑，还这样笑，让你笑，不许笑！因为我高兴嘛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只要能确定这一点，就算我死，我也了无遗憾了。不许你说死这个字，你还要活好久好久，把欠我的事情一件件完成才可以。遵命。赶紧的，快救救娘娘！谁都别动。皇上，
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告诉叶廷爵，就说萧淑妃失足落水，厚葬。是。参见娘娘。起来吧。裴将军没事吧？娘娘放心，已经没事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，娘娘为什么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呢？本宫总觉得这件事还没有完。哦，你想，皇上既然是陆明珠的儿子，他费尽心思让自己的儿子成了皇上，为什么还要用纸条来威胁他？奴婢也觉得有些蹊跷。看他的样子，一心只想见皇上，似乎没有其他的意思。会不会是元修发现了身世，意图不轨，从而擅自做主威胁皇上呢？有这个可能。不过，如果是他做的，他离皇上那么近，有的是机会部署一切，又何必用茶水写字，再用无影香显现这么麻烦呢？何况他人在深宫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如果脱离了明翠坊，必然什么事情都完成不了。如果没脱离明翠坊，一切都在陆明珠的掌握之中，陆明珠不会让他胡作非为的。这里面有太多的疑点，本宫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娘娘想从什么地方入手呢？当然从皇上入手啊。只可惜，皇上不信任本宫，他连陆明珠的身份都不肯告诉本宫，又怎么会说其他事呢？所以当务之急，我就是要让皇上主动向本宫坦诚一切，让他完全信任本宫。这可能吗？先一步一步来。第一步，就从陆明珠开始。皇上驾到！都退下。是。朕是当今的皇上。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是明翠坊的房主，也是朕的生身之母。皇上知道我是谁？朕当然知道。皇上，是皇上来了吗？皇上，臣妾恐怕不行了。但有一件事情，臣妾在心里憋了好久。臣妾必须告诉皇上，臣妾怀疑老九的身世。臣妾当时生他的时候，脚上有个胎记，后来就没了。臣妾怀疑他是被人调换了。臣妾不求别的，只求能够母子团圆。臣妾只有一块玉牌，是老九当时挂在脖子上的。
朕而言，有太多不好的记忆，所以母后去世之后，朕就从来没有来过。本以为这个秘密将是永远的秘密，没想到你又出现了。你让朕的人生变得很痛苦，很痛苦。如果这就是你做母亲的心，那朕宁愿从来就没出生。好孩子，我对不起你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为这事痛苦。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，就是你能原谅我，叫我一声娘。所以你就成立明翠坊，要威胁朕，进而企图夺朕的江山。不，我怎么可能这么想？那些威胁朕的纸条又怎么解释？纸条？什么纸条？你还要瞒朕？如果不是你威胁朕，要把朕的身世公诸于天下，朕怎么可能给你安排那么多的官员？我真的没有做这件事。你想，当年就是希望你一登大宝，我才把你和元修换了。我怎么会支持别人来反对自己的儿子呢？更何况，我又怎么知道皇上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？